老公情人节被甩，缩在我的身边，委屈得像个孩子，我心疼坏了，只恨那女人不识抬举。我搂着老公，轻声细语的安慰，可他却恶狠狠地将我推开。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婉婉也不会生气。明天我们就去离婚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凌晨3点，林恒终于醉醺醺地回来了，他俊脸潮红，满身浓烈的酒气。哦，我连忙抛下满桌冷掉的饭菜，关切道：“老公，你怎么了？”可他却重重推开我，我跌坐在地上，眼中瞬间盈满泪水。他从未这样粗鲁地对待过我，哪怕他再不喜欢我，也始终维持着表面上的体面。看着我哭哭啼啼的样子，他显然更不耐烦了。别再缠着我，他厌恶地收回目光，径直进了书房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殷切道：“老公，你不吃饭了吗？”砰！回应我的只有房门关上的巨响。隔着门板，我毫不避讳地翻了个白眼。干嘛不吃？难道他看出来这是我吃剩下的了？我叹息着，将剩菜悉数放进了冰箱。算了，还是留着当他明天的早餐吧。真是便宜他了。我刚要回房，客厅里却突然响起一阵铃声。只见林恒的手机屏幕闪烁着，上面显示着一串陌生号码。我犹豫片刻，按下了接听。刚一接通，电话那头就传来了甜腻的女声：“嘘，你先别说话。”我惊愕地愣在了原地，这声音竟格外耳熟。我们婚后的每一天早上，林恒都会被一阵铃声叫醒：“起床啦，起床啦，快起床见你的小婉婉了。”我曾经问过林恒婉婉是谁，可他却满脸不耐烦，只说是在网上随便下载的音频。如今看来，那只是他搪塞我的说辞，而真相便是这段铃声是婉婉专门为林恒录的。我们结婚3年，林恒就用了至少3年。电话那头的女人抽泣着：“我知道你早就结婚了，我不该来找你的，可我就是不甘心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娶别的女人，更不能看着你被不爱的女人推进火坑。”可紧接着，他的声线又骤然低了下来：“你明明说过会一直等着我的。”他楚楚可怜地祈求道：“林恒哥哥，你说过的话还作数吗？”我斟酌着，小心翼翼地提醒道：“我不是你林恒哥哥。”电话那边静默片刻，片刻后，他语气冰冷，全然不复先前的温情：“你是谁？”我思索片刻，道：“要把林恒推进火坑的那女的。”电话那头半晌没出声，反倒是林恒走了出来。他揉着额角，疑惑道：“叫我做什么？”还不等我回答，婉婉就迫不及待道：“阿恒，是你吗？”林恒面色一凝，目光落在我手中的手机上：“你凭什么查我手机？”我一脸问号，他却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一把夺过手机。电话那头传来女人委屈的声音，她声线颤抖道：“都怪我，是我自己非要犯贱。林恒，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了。”说完，她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，只剩下我和林恒面面相觑。我叹为观止，好一招以退为进。林恒满脸压抑着的怒火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质问道：“你和婉婉说什么了？你又欺负她了是不是？”我百口莫辩。又？什么叫又？我和那女人连面都没见过，我怎么欺负她？靠意念吗？林恒却径直朝门外走去。我凄凄爱爱道：“今天是情人节，你能不能在家陪陪我？”可他却不为所动，只冷冷地看着我：“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婉婉也不会生气。我们明天就去离婚。”他重重推开我，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，就冲进了夜幕中。林恒彻夜未归，
凌晨的时候，我的手机收到了他发来的消息，照片里林恒衣衫不整地躺在酒店沙发上，他沉睡着，手中紧紧握着另一只手，一只柔嫩的、纤细的、属于女人的手。看见了吧？他离不开我。看来是那个女人拿着林恒的手机发的。我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张照片，可很快对方就将照片撤回了。幸好我早在看见照片的第1秒就已经截屏了，生怕他不知道我看见了。我思忖着，发了一个问号，那个女人却不再回复了。我冷笑着将手机扔在一旁。他以为我会争风吃醋，会黯然神伤，可我不仅没有，反而还高兴得要死。毕竟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谁会想嫁给一个陌生人呢？我的爱人叫做沈时清，而不是林恒。他不仅长相极佳，还温柔细致，成绩优异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待我极好。可即使他再优秀，对我再好，也无法掩盖他家境贫寒，而他也只是一个穷学生的事实。可那时的我天真的以为爱能踏平一切阻碍，直到我牵着他的手回了楚家，父亲只扫了他一眼，就轻蔑地吐出3个字：下等人。下一句话便是：林家少爷看上你了，明天你们就去民政局领证结婚。他甚至懒得避开沈时清，我的心骤然坠了下去。我当然不会轻易妥协，可父亲只说了一句话：我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这个世界消失。我知道他们有这样的能耐，而他也早就下定了决心，有这样一个100年难遇的攀上林家的机会，他定不会轻易放弃。于是我甩开了沈时清的手。后来我午夜梦回，曾无数次地梦见过这一幕，即使每一次我都拼命地呼喊着阻止，但每一次梦中的我都松开了手，因为我赌不起，无论是现实里的我，还是梦里的我，我们都无法用沈时清的命来赌父亲的狠心程度。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不只是我父亲，还有林恒。第2天早上，林恒带着婉婉回了我们的家，他抬起头，露出了一张极为精致漂亮的脸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林恒心心念念着的婉婉，正是最近爆火的，一直在国外发展的明星沈婉婉。姐姐好，我是沈婉婉，我刚回国，没有地方住，阿恒让我来借住几天。如他们所料，我果然又开始发疯。我哭喊着砸碎了一切能砸的东西，活像个精神失常的疯子。就在我咒骂着扑向沈婉婉时，林恒终于忍无可忍，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。我的巴掌没来得及落在沈婉婉的脸上，就挨了他一记耳光。我的头被打偏了过去，右脸火辣辣的痛，沉重的寂静蔓延着。沈婉婉缩在林恒身后，怯弱又委屈。就在林恒忍不住向我伸出手，想要将我拉起来时，我开口打破了这片寂静：林恒，我们离婚吧。他瞳孔骤缩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笑了笑：你们早就已经见过了吧？所以昨晚你才会提出离婚。我直起身，用那种死寂的，像是彻底失望了的目光望向他。我颤抖着声音道：爱是成全，我成全你们。刚走出林家的大门，天空就淅沥沥地下起了雨，而我义无反顾地冲进雨里，只留给他们一个双肩颤抖着的凄惨的背影，做足了爱而不得、遗憾退场的女二的样子。可此刻，我背对着他们的脸上却写满笑容，我生怕自己笑出声来，所以拼命压抑着内心的狂喜，甚至忍得浑身颤抖。妈的！终于从魔窟里逃出来了，老娘终于有理由离婚了。可我还没高兴多久，一通电话就将我叫回了楚家。父亲劈头盖脸地对着我一顿痛骂，要不是因为豪豪是个男孩，
你以为这么好的机会能轮到你？那可是林恒，竟然还敢提离婚，真是反了天了。后妈一边给父亲捏肩，一边煽风点火道：就是，男人花心点怎么了？好不容易攀上林家这节高枝，你可得给我攥紧喽！就算林恒把女人带到婚床上来，你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在床底下躺着。紧接着，他们一声令下，5、6个保镖押着我，把我送回了林家。我回到林家时，沈婉婉已经走了。林恒像是对我的出现毫不意外，他靠坐在沙发上翻报纸，甚至没有看我一眼。你以为这婚是这么容易离的吗？我咬牙切齿，这狗男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昨晚还嚷嚷着要离婚，怎么今天就反悔了？那我岂不是白挨一巴掌？我气得浑身颤抖，低着头没有说话。林恒抬头扫了我一眼，在看见我狼狈的样子后，他终是软了语气：我和沈婉婉没有什么，也不会有什么，你别多想。他轻轻拂开我垂下的发丝，堪称温柔地为我上药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动手了。我诧异地看着他，惊讶他竟然难得说了句人话。可他紧接着就又开始狗叫：妈急着抱孙子，咱们开始备孕吧，今晚咱们就同房。我呆坐在原地，还没缓过神来。不是，就在白月光回国，我这个恶毒女配即将下线的节骨眼上，他竟然提出备孕。他怎么想的？他不应该和他的白月光沈婉婉长长久久一胎18宝吗？怎么晾着沈婉婉不管，反而让我给他生孩子？见我久未开口，林恒皱眉道：怎么不愿意？我强挤出一抹笑容，尬笑着摇了摇头。毕竟我的人设是爱林恒爱到发疯，怎么可能不愿意怀他的孩子？离成功只差临门一脚，我总不能在这最后关头被他发现真面目吧？我毫不怀疑，知道真相后的林恒一定会弄死我的。晚上，我陪林恒出席宴会，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只1天不到的时间，我就再次遇见了沈婉婉。她妆容精致，身着红色抹胸晚礼服，艳压全场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她的确长得很好看，难怪林恒会对她念念不忘。很快，沈婉婉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，我眉头一跳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她端着红酒杯，径直朝我走了过来。看着她手里的红酒杯，我几乎可以预见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可我却并没有躲开。下一瞬，他重重撞在了我的身上，红酒洒了他一身。啊！他惊呼一声，顿时将众人的目光吸引过来。待看清八卦中心的我和沈婉婉后，他们的目光顿时变得意味深长。我和沈婉婉，一个是林恒的妻子，一个是林恒的初恋，新欢刁难旧爱的戏码，他们自然不愿错过。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沈婉婉眼中噙满泪水，坚韧道：楚小姐，我有哪里惹到你了吗？我没。我刚要解释，他就直接打断了我的话：请不要再骂我了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和阿恒哥哥的事，你一直对我有意见，认为我是第三者。他满脸不屈，泪水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。可若是细究起来，你才是那个恬不知耻的小三。要不是你突然出现，我和林哥哥早就在一起了。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。被气笑的，我点点头，对呀，我就是小三。无视众人诧异的目光，我自顾自道：谁不是小三啊？你的阿恒哥哥也是啊。此话一出，周围顿时陷入一片寂静。沈婉婉也捂着嘴，诧异地看着我，以及我的身后。在这片诡异的寂静中，我终于意识到了什么。回过头来，林恒正立在我的身后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面沉如墨。咔嚓一声脆响，
他硬生生捏碎了手里的酒杯，血顺着林恒的手源源不断地流了下来。可他却纹丝未动，只死死地盯着我。众人噤若寒蝉，自然不敢出言提醒。宴会厅内静得可怕，而我就在这片寂静中，清晰地意识到了3个字：我完了。林恒大步流星地朝我走了过来，我掉头就跑，只可惜还没跑出2步，林恒就追了上来。他双目赤红，死死地攥着我的手腕。怎么，你这是还记恨着我？我连声否认，可他却不依不饶。我是小三，当初是我逼你和我结婚的吗？我悄悄翻了个白眼。你当然没有逼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便有数不清的人想要替你去做。见我沉默，林恒显然更生气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他丢下一众宾客，拉着我向门外走去。就在这时，角落里突然传出了一道颤抖着的女声：阿恒，我好难受，红酒粘在我的身上，我好冷。是沈婉婉的声音。林恒骤然停住了脚步，只犹豫了一瞬，他便松开了拉着我的手，转身朝沈婉婉走去。黑色的西装外套落在了沈婉婉的身上，挡住了她满身的脏污。见状，众人的目光顿时落在了我的身上，有好奇的、八卦的、幸灾乐祸的。我被这些有意或无意的、散发着恶意的目光死死定在了原地。林恒也在这时看向我，他揽着沈婉婉瘦弱的肩膀，赌气般开口：婉婉说的没错，你就是小三，我爱的人从始至终都只有婉婉，而你只是一个联姻的工具罢了。林恒彻夜未归，而我也在一夜之间沦为了圈子里的笑柄。父亲打来电话咒骂，说我连个男人都看不住。我嗑着瓜子，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只答道：对对对。父亲被我气得挂断了电话，我将手机扔到一旁，继续专心追剧。可要是转动门锁的声音却突然响起，我一下子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想要收拾面前的那一片狼藉，可显然已经来不及了。林恒走了进来，他阴沉着脸，指着散落一地的瓜子壳：我和沈婉婉在一起，你好像很开心。我连忙摇头，可他却冷笑着，一脚踹翻了垃圾桶。你难道不好奇我干什么去了吗？我偷偷翻了个白眼。久别重逢，孤男寡女，郎情妾意，还能干什么？无非是些见不得人的事。我虽心中不屑，面上却渐渐红了眼眶，俨然一副独守空闺的怨妇形象。林恒这才像是心情好些，可他即使心情再好，嘴里也依旧吐不出什么好话。怎么，委屈了？搞清你自己的定位，少对我指手画脚。似乎是想起了昨晚的事，他面容扭曲了一瞬，恨恨道：若是你再敢胡说，别怪我对楚家不客气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巴不得他对楚家下手，毕竟我早就恨死他们了。一个出轨成性、重男轻女的渣爹，一个虐待我、逼死我母亲的后妈，一个自诩为嫡子、整日欺辱我的弟弟。我比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恨他们。见我低着头不作声，林恒冷哼一声就要离开，我连忙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凄凄爱爱道：既然你只喜欢沈婉婉，不喜欢我，那我们就离婚吧。林恒的脸瞬间阴沉下去，可还不等他开口，门外就突然响起一道女声：这节骨眼上你竟然敢提离婚？林夫人冷着脸走到我面前，她抬手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她显然用了极大的力道，我的脸瞬间就麻了。我捂着脸，漫不经心地想着，这俩人不愧是母子，连癖好都一模一样，都一样喜欢扇人耳光。贱人，谁给你的胆子提离婚？能和林家联姻是你的福气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林恒眉头紧锁：你打他干什么？
他轻轻拿开我挡着脸的手，语气里竟带着疼惜。疼不疼？让我看看。见状，林夫人冷哼一声：“怎么，心疼了？你喜欢的不是沈婉婉吗？闹出这样的丑闻，你是想气死我是不是？”林恒满脸无奈：“妈，这是我们的私事。私事？你是不是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？那个沈婉婉可是杀人犯的女儿。你喜欢谁不好，非要喜欢她？要不是为了让你和她断干净，你以为我会饥不择食的随便找个人当我儿媳妇吗？”说着，他还嫌恶地看了我一眼。家境不好，学历不高，肚子也不争气，结婚这么久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走，现在就和我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。林恒刚要反驳，林夫人就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也去。”此话一出，林恒瞬间变了脸色：“我就不去了吧？必须去，不然人家还以为你不行呢。”他看着我，阴阳道：“找了个生不出蛋的母鸡当儿媳妇，真是倒霉。”他一声令下，我和林恒被迫去了医院。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我会在这里遇见沈时清。诊室里，我尴尬地低着头，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沈时清穿着白大褂，探寻的目光在我身上打量着。处下，我僵硬地点头，他却突然冷笑一声：“你们已经结婚2年零27天了，怎么，你还没怀孕吗？”他怎么比我记得还清楚？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他继续咄咄逼人道：“干嘛来医院检查？因为你生不出孩子。”他生气了。不是，他却全然不听我的辩解，要我说这种人就是自私。他难道不知道你身体不好吗？干嘛非要让你生孩子？我尴尬道：“不是，是林夫人。”他却显然误会了什么。我知道了，是他妈欺负你对吧？那个死老太婆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。他喋喋不休地说着，一旁的实习生惊得张大了嘴。见状，沈时清这才收敛了些，他皱眉道：“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实习手册写了吗？”实习生这才恋恋不舍地收回了八卦的目光，临走时还贴心地带上了门。可下一瞬，门就被人用力推开。林恒看着我和沈时清，冷笑一声。我说：“怎么聊这么久？”原来是遇见旧情人了。原本他在科室外等着，结果一抬眼看见了医师名字沈时清，眼看着老婆和旧情人相会，他怎么可能还坐得住？林恒不由分说地拉起来我的手：“走，跟我回家。”沈时清也握住了我的另一只手。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呢，急什么？林恒一字一顿道：“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，他没病。”沈时清却不吃他这套，有没有病要等检查结果出来后才知道。林总不会觉得自己的判断比仪器还要准确吧？林恒的目光瞬间冷了下来：“别试图激怒我，我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”沈时清毫不客气地嗤笑一声：“你可以试试。”最终林恒还是陪着我一起留在了诊室，他死死盯着我，生怕我和沈时清旧情复燃。检查结果刚一出来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我离开。最终的检查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生不出孩子的不是我，而是林恒。这倒不是说他有生育方面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他做了结扎。在林夫人的逼问下，他才终于说了实话。当初被迫和沈婉婉分手时，他曾答应沈婉婉会一直等着他。为表决心，他甚至去做了结扎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一直没有怀孕。若不是林夫人抱孙子心切，恐怕我到现在都还被他蒙在鼓里。林夫人气得不轻，不停地咒骂，说沈婉婉是个狐狸精，勾得他的宝贝儿子昏了头。可林恒却没有管他，只是专注地看着我道：“以前不懂事，
说的话当不了真，我早就已经预约了腹通手术，就在明天。他语气迫切，像是在向我解释些什么。你放心，我孩子的母亲只能是你。我无语的，甚至想笑，说得好听，可谁知道这是不是他瞎编出来的谎话？毕竟比起他回心转意，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因为想让沈婉婉怀孕才做腹通手术的。我敷衍地点点头。另一旁，林夫人有些尴尬地看着我。她终于知道先前是她误解了我，可她金贵又目中无人的性子并不允许她向我低头。最终，她冷哼一声，给我和林恒下了最后通牒：1个月内，我要听到你怀孕的消息。若是你做不到，就趁早滚出我们林家。毕竟盼着和林家联姻的千金数不胜数，而你只是他们其中最普通的一个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叹息着摇了摇头。您还是不懂啊，虽然想和林家联姻的人数不胜数，可他们都不是林恒想要的呀。您儿子最喜欢的、最爱的、最想永远锁在一起的，始终只有沈婉婉。与其在这里威胁我，还不如把抱孙子的希望寄托在沈婉婉身上。毕竟林恒已经连续2天彻夜未归，以这俩人的黏糊劲儿，您估计很快就能抱到孙子了。林恒揉着眉头，安抚我道：“妈只是在说气话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和你离婚。”我瞪大了眼：“不是，不和我离婚，那你的婉婉怎么办呢？”这样想着，我也这样问了出来。林恒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极了。我都说了，我和他没有什么，别再疑神疑鬼。你这样只会让我看不起你。说完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。见状，我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，搞笑，谁要你看得起我？我巴不得他彻底厌烦了我，然后和我离婚。我转身，却见沈时清站在我的身后，他双臂环胸，道：“看来你在林家过得也不怎么样，一个没有担当，吃着锅里还看着碗里的渣男。真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选他。”我全当没听见，绕过他离开，可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我只问你一件事，当初你选择甩开了我的手，可现在呢？你有没有后悔过？我垂下眼，毫不犹豫道：“没有。”哪怕连1分1秒都没有吗？当然没有。我看着他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沈时清愣在了原地，我没有理他，再次绕过他离开。可这一次，他没有再拦住我。我当然不会后悔，毕竟就像林恒说的那样，现在的他碾死沈时清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沈时清拼了命，没日没夜的读书，才换来了今天的成就。我不可能看着他因为我而功亏一篑。在林恒身败名裂之前，我不会再和沈时清扯上关系。林恒和沈婉婉的绯闻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，不知是谁拍下了宴会时的照片，并发在了网上，甚至上了热搜。报新晋小花沈婉婉疑似恋情曝光，林氏集团沈婉婉、林恒沈婉婉郎才女貌。照片中，林恒怜惜地将西装外套披在沈婉婉身上，眼中满是隐忍的爱意，而沈婉婉则满脸泪水，娇弱无力地瑟缩在林恒怀中。一个是年轻有为的林氏集团继承人，一个是刚刚回国、星途一片璀璨的当红小花。网友们磕生磕死，只1天不到的时间，两人就有了 CP 超话。救命！这是什么郎才女貌的神仙情侣呀？虽然舍不得我们婉婉谈恋爱，但如果对象是林恒的话，我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太般配了，太般配了！甜甜的恋爱就应该让他们谈。仅凭这一张图片，他们就开始疯狂地磕起了 CP， 甚至连林恒已婚都不知道。可很快便有人注意到了异常，不是，婉婉怎么哭了？
是不是有人欺负婉婉了？真的是哎！你们看，婉婉的裙子都湿了，好像是红酒。宝贝女儿不哭，妈妈帮你教训坏蛋。就这样，网络上突然涌现出一大批针对于我的黑粉，肯定是有人嫉妒婉婉的美貌，这人也太坏了吧！婉婉裙子都湿了，差点走光，我靠，太恶毒了吧！即使他们并不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无缘无故地针对我，肆无忌惮地对我宣泄着怒火。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而就在这时，林氏集团宣布沈婉婉将作为林氏集团的代言人。一时间，沈婉婉风头无两，各种商务合作接踵而至，代言更是接到手软。我拿着照片找到林恒吗？要他给我个解释。他言简意赅道：“只是炒 CP 而已。”我冷笑道：“炒 CP， 这难道不是出轨吗？”此话一出，林恒顿时冷了脸色。你说的太难听了，可能是自觉理亏。他终是没有发作，只揉了揉眉心，耐着性子解释道：“照片是意外，但网上反响很好。董事会商讨后一致决定，先不采取措施，只冷处理。”我只感觉自己好像听见了天大的笑话。冷处理，冷处理能上这么多热搜，这背后没少有人推波助澜吧？林恒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和沈婉婉炒 CP 时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林恒深吸一口气，隐忍道：“这件事能给林氏带来不少的流量吗？你懂事一点，别再闹了，好吗？”我却不依不饶。明明你前2天还和我说你和沈婉婉没有什么，可现在呢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林恒不再说话了。片刻的沉寂过后，他从钱包里掏出了一张黑卡，递给我：“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这算是我对你的补偿。”我被他气笑了，倔强地站在原地没有接过。林恒轻叹一声，动作强硬地将卡塞在我的手里。据我所知，你父亲的公司正面临财务危机，这笔钱或许能有用。收了这张卡以后，就不要在网上乱说了。等这件事的热度过去了，我们就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我没有回答，紧握着手里那张薄薄的卡片，摔门离去。我回到楚家时，别墅里正一阵鸡飞狗跳。我那个不争气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被父亲打得鬼哭狼嚎，他一看见我便两眼放光，扑上来抱住了我的腿。姐，救救我！姐，我姐夫那么有钱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后妈也站在一旁抽泣着，难得对我软了语气：“夏夏，你就帮帮我们好不好？”豪豪真的知道错了，他绝不会再犯。我一头雾水，父亲气喘吁吁地扔掉了手里的皮带，这是他第一次动手打弟弟，看来真的是气得不轻。逆子，谁让你去赌博的？还有你也不知道看着点你弟弟。他气得胸口不停起伏着，活像只愤怒的狮子。后妈扯了扯他的袖子，小声提醒道：“收敛点，咱现在也只能靠他了。”闻言，父亲不情不愿地缓和了脸色，他气恼地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公司出现财务危机，是因为楚家豪。楚家豪便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他被父母呵护着长大，向来无法无天，竟是在不知何时染上了毒瘾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。他赌输了生活费，赌输了压岁钱，赌输了存款，赌输了赛车，到最后他身无分文，竟是瞒着爸妈偷偷去借了高利贷，利息涨得飞快，他更是无力偿还，而后竟是偷偷将公司押了出去，试图拆东墙补西墙，弥补先前的损失。一直到放贷的人堵到家里来，父亲才知道这件事，可一切都晚了。父亲变卖了家里所有的房产，
都没法填上这个大窟窿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。开门，还钱。楚家豪的表情瞬间变得惊恐极了。他们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父亲更是气得捂住胸口，差点被气晕过去。后妈看着我，两眼放光。夏夏，你一定有钱吧？你可是林夫人，一定林恒一定没少给你钱。你帮帮我们好不好？父亲也冷哼一声，要不是我们，你以为你能嫁给林恒？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，赶紧给钱。看着他们丑恶的嘴脸，我笑了笑，没钱。父亲显然不信，然而我的下一句话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。你们都知道林恒最爱的人是沈婉婉，而我只是用来联姻的工具而已。他恨我还来不及，你们觉得他会给我钱吗？父亲的脸色瞬间灰败下去。楚家豪也跌坐在地上，口中不停喃喃道：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门外的敲门声还在催命似的进行着，他们慌不择路地从后门跑了出去，没有一人管我。我平静地推开了别墅的大门，5、6个催债的壮汉正堵在门外，一见到我，为首的那人便恭敬道：夏姐。我点点头。他们在乡下还有一处房产。闻言，一人面露难色，道：他们毕竟是您的家人，您这样是不是太……为首那人顿时向他投去一个警告的眼神。我笑了笑，并没有生气。我做得绝吗？当初他们逼死我母亲时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一天。沈婉婉出事了，她被好几个混混堵在巷子里，叫嚣着说要毁了他的清白，而我就是幕后主使。幸好林恒及时赶到，成功把他心爱的女人从流氓手中救下。为了救沈婉婉，林恒以一敌众，甚至被人用啤酒瓶子开了瓢。可笑的是，我这个所谓的幕后主使，还是在林恒打来电话质问时才知道这件事的。我赶到医院时，林恒正守在抢救室外，他额头上缠着纱布，堪称狼狈地瘫坐在角落。他紧攥着手机，自虐般的一遍遍循环着沈婉婉的求救电话：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滚开，不要碰我，呜呜，阿恒救我，救我，求求你了，阿恒，呜呜，快来救我。他抬眼看我，眼里布满血丝。你知道婉婉向我求救时，我正在做什么吗？我在给你挑选婚戒，就是因为你总是没有安全感，经常吃婉婉的醋，我才想要给你安全感，想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心里有你。可你呢？你怎么能做出这样恶毒的事？他失望地看着我，像是已经认定了我就是幕后主使。我被气笑了。他口口声声，字字句句都是在说他有多在乎我，可事实呢？我们已经结婚2年了，他竟然才想到要给我挑选婚戒。更何况他若是真的在乎我，就不会只听信沈婉婉的一面之词，更不会丝毫不给我辩解的机会。而我也完全没有替自己辩解的打算，被他误会也挺好的。只有他对我彻底失望，才会和我离婚。果不其然，林恒失望地看着我，眼里竟带着怨恨。他一字一顿道：楚夏，我们离婚吧。面对林恒离婚的请求，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我也没什么可解释的了。林恒没有说话，我和他一起守在抢救室外，静静等待着。林恒是因为担心沈婉婉，而我则是因为好奇。我真的很好奇，自导自演也能把自己搞进抢救室，沈婉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恰巧这时，医生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，患者的命保住了，但孩子没了。节哀顺变，林恒顿时愣在了原地，连我也诧异地看着他。不是，这么快？
沈婉婉才刚回来不久，你就把人肚子搞大了。可林恒却一脸不可置信：孩子，你是说婉婉怀孕了？医生点点头，可林恒却面容扭曲道：不可能。他扑上去抓住了医生的衣领：她怎么可能会怀孕？一定是你们判断错误，我明明没有碰过她。此话一出，周围顿时陷入一片寂静。医生尴尬地看着林恒，目光中竟隐隐带着怜悯，活像是在看一个被戴了绿帽的傻子。林恒瘫坐在地，事到如今，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就在他和沈婉婉你侬我侬、郎情妾意的时候，沈婉婉怀了别人的孩子。看够了好戏，我转身就走。临走前还不忘提醒道：别忘了离婚的事，明早我们就去民政局。林恒咬牙道：好，虽然沈婉婉背叛了我，但这也不能掩盖你是个毒妇的事实。我直接笑出了声：对对对，我就是毒妇，赶紧守着你的好婉婉过一生吧。林恒的手段堪称是雷厉风行，沈婉婉还陷在昏迷中没有清醒，林恒就已经调查出了真相。原来沈婉婉在国外时就是有名的交际花，她为了资源和许多圈内大佬都睡过，如今回到国内才算是稍有收敛。可她不知道自己早就怀上了一个导演的孩子，那个导演年过50，大腹便便，相貌是惊人的丑陋，但最炸裂的是，那个导演早有家室。林恒毫不留情地将这一切都发在了网上，只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，这件事就迅速冲上了热搜。沈婉婉流产，沈婉婉小三，沈婉婉林恒，一时间网上一片骂声。沈婉婉塌了个彻底，不是吧？她怎么这么贱？我靠，太不要脸了，竟然当小三！所以呢，娱乐圈到底有几个干净的？呜呜，可怜我们小林总被人欺骗感情。沈婉婉醒来时，面对的不只有林恒的怒火，还有他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巨额违约金。我和林恒也敲定了离婚协议，他给了我一笔很可观的离婚补偿，足够我衣食无忧的过完下半辈子。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过后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和林恒办理了离婚。拿到那离婚证的那天，天空竟格外的晴朗，我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。林恒却突然意味不明道：当初我在一众联姻对象中选了家境最差的你结婚，不是为了气我母亲，而是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。我充耳未闻，径直上了出租车。一见钟情吗？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刚刚被迫和爱人分手，却又很快爱上了另一个女人，这只能说明他是个见异思迁的渣男。可他自己却不愿意接受现实，反而是把怒火撒在了我的身上。若是他没有对我冷眼相待，没有婚内出轨，再次和沈婉婉勾搭在一起，说不定我还不会做得这么绝。可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。我冷笑着将离婚证发在了微博上。这条微博一经发出，很快便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，只因离婚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离婚日期，而这说明林恒其实早就结婚了，可他却依旧和沈婉婉炒 CP。网友们直呼被骗。我靠，不是吧？我们也是他们 play 的一环吗？这怎么不算是婚内出轨呢？亏我之前还同情过他。死渣男，赶紧和沈婉婉锁死吧！林恒彻底沦为了过街老鼠，被愤怒的网友们堵在了家门口，连门都出不来，甚至有人给林氏集团寄去花圈，各种丧葬用品堆在集团大楼的入口处，景象颇为壮观。各种合作商也纷纷解除了和林氏集团的合作。林氏集团只坚持了短短1周就宣告破产。与此同时，有人举报林恒
偷税漏税，涉案金额巨大。这件事很快便引起了上面的关注，相关人员前来调查，而林恒早就已经自顾不暇，他被堵在家里，连门都出不去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相关人员发现他偷税漏税的证据。证据摆在眼前，林恒正面临着牢狱之灾。林夫人把家产全部变卖，用来打点关系，却被人把钱骗了个精光。他被气得突发心梗，死在了家里。直到半个月后，他的尸体散发出难闻的恶臭，吸引了清洁工的注意，他的尸体才被人发现。而林恒也正式被捕。由于他犯罪情节严重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至此，他彻底跌落神坛，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。可当初举报他偷税漏税的热心人士的身份却不为人知，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姓楚，楚家也破产了。因为楚家豪好赌成性，一夜之间他们背上了巨额债务。傲慢的父亲接受不了自己沦为下等人的事实，从高楼一跃而下，直接摔在了后妈的面前。啊！一声尖叫过后，后妈被活活吓晕过去。她竟是被刺激的精神失常，醒来后就变成了疯子。而楚家豪为了偿还债务，竟把算盘打到了自己的亲生母身上。他把后妈卖到了小镇上的红灯区，只30块钱就能和他妈春风一度。可即使这样，他也无力偿还这巨额债务。在一个雨夜，忙于躲债的他意外摔下了山坡，他摔断了腿，爬都爬不起来，被活活淹死在了水坑里。可他们永远都不知道的是，在我被逼结婚的前夕，是我穿上玩偶服，牵着楚家豪的手，亲手将他送进了赌场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沈婉婉竟然把这一切都怪在了我的身上。她垂死挣扎，竟发驳称我就是害得她流产的元凶。在她口中，我由于嫉妒她能得到林恒的宠爱，多次针对她，包括但不限于试图殴打她，往她身上泼红酒，找混混强奸她。许多人为她谋不平。啊，看来楚夏也不是什么好人啊。就是，他真的好恶毒啊。虽然但是楚夏也不算过分吧。沈婉婉可是想要破坏人家家庭，也不怪人家生气嘛。也有人替我说话，但很快便被沈婉婉的脑残粉们喷得消了耗。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恶评，我直接放出了监控录像以及沈婉婉和混混的聊天记录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我不仅轻易地拿到了宴会时的监控录像，还有沈婉婉试图污蔑我的证据。摄像头清晰地记录下了沈婉婉故意撞在我身上，又试图污蔑我的景象。而聊天记录显示，一切都是沈婉婉在自导自演，是她雇佣了混混伪造成被强奸的假象。而她之所以流产，也是因为她自己不小心摔倒。真相大白，沈婉婉再也没有翻身之地，她沦为过街老鼠，被人人喊打。而我和她的风评也彻底逆转，网友们纷纷向我道歉。再次听见沈婉婉的消息时，是在某短视频平台。只见视频中，沈婉婉被一个身高1.8米几的外国女人按在地上殴打着，她不停地求饶道歉，却无济于事。那女人咒骂着，骂沈婉婉是个狐狸精，勾引她的丈夫。而沈婉婉夭折孩子的生父，那个国际知名导演，正鼻青脸肿地站在一旁，一个字都不敢说。那女人扒了沈婉婉的衣服直播，可她仍不解恨，手上的力度越来越重。等到众人意识到不对，将女人拉开时，沈婉婉早就已经断了气。我搬出了邻家，买了个大平层，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我凭借着高材生的身份，顺利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。傍晚，我靠在窗边，
悠闲地望着美丽的夜景，门外却突然响起敲门声。打开门，沈时清正站在门外，他微微一笑，笑容如沐春风，一如我们初见时的那天。现在的我能配得上你了吗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